欢迎阅读今天的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最新消息和见解。在今天的简报中，我们涵盖了一系列话题，从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在乌克兰的停火呼吁，到 TikTok 在华盛顿的游说努力，再到中国全面改革其金融部门的全面指令。我们还深入探讨了美国军队所依赖的关键矿物，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以及美国需要创建一个更强大的国内供应链，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军事准备。以下是今天的独家见解。习近平调和遭阻击中美暂时没有战场，俄乌消耗不止在战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周六将通话，多少能为不断升级的中国对立风险降速。不过，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忧中美关系走向灭顶之灾，至少目前如此。俄乌战争提供了正面的样板，那就是俄罗斯没办法让乌克兰无条件降服，西方也没办法让俄罗斯立即撤离。这种均衡使双方的政治宣示都难以慰藉。重要的是，中美没有爆发大战的战役，无论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越南以及菲律宾，并没有想借美国军力与中国在南海征战一片海域。中国也在努力与越非改善关系。台湾变得谨慎，尽管选举需要刺激，但不至于真想将自己变成乌克兰。没有认真的人会认为，中共真要攻击，美日旋会夺回已被控制的岛屿。失去台湾就是失去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快速实现这个预言的方式，便是更无所顾忌地刺激北京。所以，华盛顿应该会谨慎。另一方面，不到万不得已，北京没有必要让自己放在难测的战争风险中。所以，以三地领导人思维正常做判断，敏感的台海，大家都不敢打破平衡，爆发战争。现在更迫切的危机是俄乌战争如何停火，不能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习近平开始了调和，以他与两国的关系，当然可能让双方至少暂时不要再残杀下去。只是还有人心有不甘。《华尔街日报》披露，白宫官员认为，现在暂停战斗将有利于俄罗斯巩固对乌克兰领土的控制。所以，无论因为对战争曾经发出的豪言，还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美国不能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名声，尤其在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上。印度扮演调停比中国要让西方放心。但是 G20 外长会议，莫迪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得到美国的认可。除非让战争进一步升级，送给乌克兰更先进的武器，给予俄罗斯沉重的打击，普京最后撤离，否则继续消耗的战争对主战者也是政治的消耗，尤其在面临选举时。那么升级的战争让普京投降的可能性多大呢？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华尔街日报，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在乌克兰的任何停火呼吁。美国正试图在即将举行的中俄峰会之前，阻止中国可能提出的在乌克兰停火的建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现在暂停战斗只会帮助俄罗斯维持其对乌克兰领土的控制。美国一直在利用公开声明和披露的信息，试图缩小中国与莫斯科的回旋余地，包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调解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下周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纽约时报，世卫组织指责中国隐藏了可能将疫情的起源与动物联系起来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批评中国官员隐瞒了可能将 COVID-19 的起源与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并缺少与同一研究相关的证据。这些数据是由一个国际病毒专家小组下载和分析的，于1月出现在网上，并支持这一观点。极大流行病可能是在武汉一个海鲜市场上非法交易的浣熊犬感染人类时开始的。然而，一旦这些专家提出与中国同行合作进行分析，这些基因序列就被从一个科学数据库中删除。世卫组织总干事说，现在这些丢失的证据需要立即与国际社会分享。华尔街日报，习近平为何让他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黑发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要求，因为它给人以活力和朝气的形象。对于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头发变白就意味着他已经离开了政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中国的政治家每隔10天左右就需要修饰一下他们的发根，以保持漆黑的外观，而白发人不应该执政的信念，也许是中国不成文的宪法中唯一不能违反的条款。习近平打破了这一传统，近年来允许他的头发出现白发的迹象，显示了他作为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的独特地位。日经新闻，中国的 2.28 亿退休人员将耗尽经济和社会安全网。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着巨大的退休潮，估计在未来10年将有 2.28 亿人退休。
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担忧，特别是城市雇员的基本养老金。工作年龄人口的萎缩促使政府考虑在30年内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5岁，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被广泛反对。然而，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来保持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完整性。政府正在发出信号，它将在退休年龄问题上谨慎行事，以避免公众的愤怒。路透社：北京可能允许外资金融公司在中国上市前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可能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国内上市，以鼓励外国资本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此举将与中国的金融业开放相一致，并遵循最近为吸引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以帮助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中国最近还加快了外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执照审批。Political: TikTok 数十位网红前往华盛顿进行3天游说。TikTok 将在下周派数十名网红前往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游说，反对强制出售该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敦促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将该应用出售给新的所有者，否则将面临在美国的潜在禁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审查 TikTok 及其所有者 ByteDance 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创作者将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而该应用程序的首席执行官将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路透社：任正非说，华为已经更换了其产品中数千个美国禁止的部件。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份演讲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该公司已经替换了其产品中受美国贸易制裁影响的13000多个部件。在过去的3年里，这些部件被替换为中国国内的替代品。华为还为其产品重新设计了4000块电路板，这为华为从美国2019年开始的贸易限制中恢复的努力提供了深入的了解。纽约时报：中国领导人将在战争罪逮捕令的阴影下访问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俄罗斯，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实现和平。不过，这一举动还是被西方官员视为中国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一个信号。此次访问正值俄罗斯面临全球孤立，芬兰将加入北约，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犯有战争罪。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但它并没有解决俄罗斯军队是否会撤出等重要问题。华尔街日报：硅谷和国会山建立反中国联盟。在 TikTok 首席执行官 Shou Zichu 下周在国会山作证之前，包括投资者 Peter Thiel 在内的硅谷高管和华盛顿立法者正在结盟，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这个名为国会山与山谷论坛的团体计划讨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中美两国科技领域的竞争。晚宴将由风险投资公司137 Ventures 和 Founders Fund 支付，将吸引约200名与会者。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封锁了政府发放的设备上的 TikTok。日经新闻：荷兰将加强对芯片设备的出口控制。荷兰贸易部长 Lys Schrenemeyer 表示，荷兰计划扩大受出口管制的芯片制造设备清单，以防止军事用途，包括一些最新型号的深紫外 DUV 光刻工具。此举是为了回应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荷兰已经限制了一些极紫外 DUV 光刻设备的出口。Schrenemeyer 强调，这些措施是国家中立的，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而是为了防止技术落入坏人手中。路透社：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增加对新疆的制裁名单是优先事项。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副部长罗伯特·希尔夫斯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的首要任务是在制裁名单上增加更多在中国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希尔夫斯还说，国土安全部有兴趣使用技术，如 DNA 测试，以确定棉花产品是否来自新疆。美国指责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种族灭绝，北京对此予以否认。南华早报：中国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将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在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承诺挖掘消费潜力，促进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以确保国民经济继续增长。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国务院将执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将深化经济改革和开放，规划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发展和私营经济，并稳定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政府的经济计划还包括技术进步、预防系统性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以及粮食安全。路透社：英国称中国应鼓励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的发言人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期间鼓励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从乌克兰撤出俄罗斯军队。
该发言人说，任何不考虑乌克兰主权和自觉的和平协议都是不可能的，并补充说，英国将继续呼吁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呼吁俄罗斯撤军。NBC， 白宫希望拜登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能化解美中紧张关系。据政府官员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12年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的个人关系，被认为是阻止美中两国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根细线。然而，由于习近平现在是北京的唯一决策人物，他的决策将推动未来的关系，个人关系的持久性仍然是个问题。拜登与习近平的关系也因各自国家的强硬立场而不断受到压力。路透社，印度称与中国的局势脆弱，在喜马拉雅山脉前线很危险。印度外交部长 S.J. Shankar 表示，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西部的拉达克地区的局势仍然脆弱和危险，在一些地方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对方。2020年的边界冲突导致至少24人死亡，尽管在许多地区已经脱离接触，但仍在继续讨论未解决的问题。J. Shankar 说，在根据2020年9月的原则性协议解决边界争端之前，印中关系不可能恢复正常。南华早报，中国金融改革委员会监督下58万亿美元的资产命运如何？中国宣布了一项全面整顿金融业的指令，包括建立一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来取代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这个新的委员会预计将由习近平主席领导，将有权监督中国价值58万亿美元的银行、保险和证券资产，并决定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如何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其资本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加强共产党对金融和技术的控制，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风险和挑战。然而，关于新指令的细节仍然很少。美联社官员说，巴西总统卢拉将与240名企业代表前往中国。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将于本月晚些时候率领一个由240名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90名来自农业部门。在3月26日至30日访问北京和上海期间，巴西政府的所有部委都将派代表参加，以使巴西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多样化。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客户，主要是大豆和铁矿石。外交政策，美国的军事依赖于中国控制的矿产。美国的军队依赖于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关键矿物，而中国是主要的供应商。这些矿物对现代武器装备和保持国家的军事技术优势至关重要。然而，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尤其是那些敌对的国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国防部一直在研究如何支持其弹药工业基地，并要求每年提供5亿美元用于升级弹药厂。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需要新的关键矿物，包括镓、砷和氖。它们大多位于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在那里生产。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内关键矿物供应链，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军事准备。路透社，英国将终止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离境前 COVID 测试的规定。从4月5日起，英国政府将终止要求从中国大陆飞往英国的人提供出国前 COVID-19 检测阴性的证明。根据英国卫生安全局的说法，对从中国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旅客进行的自愿性入境检测项目也将于3月18日结束。这些措施是在1月份推出的，以帮助加强英国迅速检测在中国流通的潜在新变种的能力。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取消这些措施是因为中国加强了有关检测、疫苗接种和基因组测序结果的信息共享，为其国内疾病水平提供了更大的透明度。今天的中国简报到此为止。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简报。